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，题号是1332 ，Check if it is a straight line， 检查是否是共线落在同一条直线。今天是一题很基本的数学考察题，题目给我们一群点坐标，要求我们判断这一群点坐标是否落在 xy 平面上的同一条直线上，就是判断一群点坐标是否共线，用比较纯数学的话来讲可以这样。那他给了几个范例，第一个范例是给点12、点23、点34、点45、点56、点67。那他题目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他是判断共线了。那他范例已经帮你造好这一条直线，这一条直线就是 y 等于 x 加1，用点坐标之间的斜率解出直线方程式，所以可以解出它们这一群点坐标都落在同一条直线，所以最后返回出。那第二题呢？第二题呢就给了一团没办法共线的点坐标，11、22和77，它们这边自己是一条，可是3、4就打破了，3、4、4、5、5、6这些点很明显是另一条直线，不管怎么画都没办法用一直线把这一群点坐标串在一起，所以最后返回 false。好，接着看有没有什么约束条件。约束条件讲，点坐标最少给2个点，这个很合理，因为任意2点一定共线嘛。那只有给一个点就没有意义，因为一个点没办法构成直线，所以最少是给2个点，合理。最大可能会有1000个点坐标，那这个规模就是落于中间，没有到很大，但是用暴力法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落在超时的边缘，这边就不建议用暴力法。那第二个是每个点坐标长度是2，这很合理，因为它是 xy 平面，所以长度为2代表第一个是 x 坐标，第二个是 y 坐标。第三个约束条件是每个点坐标内部的值最小是-10的4次方，最小是-1万，最大可以到正1万，就是有正的值有负的值有可能为例。题目还保证点坐标里面不会有重复的点。那有了这些条件和叙述之后，可以来怎么想这题呢？其实线索就已经藏在题目里了。题目已经说判断是否共线，所以讲到一条直线最基本的性质，就会想到斜率。假如点和点之间的斜率都是相同的，给定任意2个点坐标任意选，两之间的斜率都是相同的，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些点是共线。所以一开始可以先取出前2个点当做基准点，不使一般性要取最尾巴的2个点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这边为了好写比较方便实现，我们就取前面2个点当做基准点。那基准点之后，你就会有基准点的斜率，就是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y， 当做我们判定的依据，就是基准点的斜率。所以剩下的点坐标就和基准点相等，去计算它们的斜率，就会得到 y 减 y1 除以 x 减 xy， 判断是不是等于之前计算好的基准点斜率。假如是的话，就一直计算下去，计算到最后一组点坐标。假如全部都相等，那就返回 true， 代表共线。那假如其中有一条斜率不相等，就可以提早返回 false。为什么？因为共线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斜率都要相同的，所以检查的时候，只要发现其中一组点坐标违反这个性质，就可以直接返回 false。在这边实现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今天是用了除法，所以分母可能会有为0的状况。那分母为0代表什么？分母为0代表 x 轴方向没有位移。那 x 轴没有方向位移，代表它今天是一个垂直方向的直线。除了传统的 if else 判断之外，有没有比它更好的做法？其实有，因为我们学过分子分母判断的时候，两边可以相乘的，所以今天是 y 减 y1 除以 x 减 xy， 我们可以把分母这一项移到上面，同时把右边的分母移过来，那就变成一项整理得到 y 减 y1 乘上 x2 减 xy 会等于 y2 减 y1 乘上 x 减 xy， 这就很巧妙了，避开了除法分母为0的问题。这边就算是 x 轴方向位移为0，也不影响我们判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就算是0，这边是0，计算上还是等价的，而且不会有
除以0的问题，乘以0是合法计算，所以就可以很巧妙的修补刚刚遇到分母为0的问题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改用这个一项整理后的式子判断之后，一样是检查剩下的每个点坐标。假如其中一个点坐标违反这个性质，就可以提出返回 false， 因为代表它们不共线，代表它们没有落在同一条直线上。那假如每一个点坐标计算完之后，依然满足这个性质，那我们就可以说，它们这群点坐标都落在同一条直线，最后返回数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好，现在我们快速的看我们的原始码实现。我刚刚提到，我们这边判断精神是用斜率判断，那为了修补分母为0的问题，重新整理后就可以得到新的一条式子。接下来与前面2个点当做基准点，剩余的点坐标都用刚刚这个判断式子来做计算。假如其中一个点坐标违反这个性质，我们就可以立即返回 false， 因为我们发现了一组例外，可以马上返回 false。假如剩下的点坐标计算都符合这一条式子，也就表示它们彼此之间的斜率是相等的，那最后返回数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好，这边快速测试和比较我们程式码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演算法虽然简单朴素，看起来不花俏，但是其实上效率非常好，在时间上达到 PR71的排行榜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复杂度分析。复杂度分析可以怎么想呢？其实主要成本就是这个 for loop 迭代。那这个 for loop 迭代最长会多长？最长就是相应于原本阵列输入的长度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个 big O n 的迭代。那空间呢？空间其实我们这边用的很精简，我们并没有用到额外的字典或者是额外的阵列，我们就是很纯粹的数学计算，计算两之间的斜率是否相等，而且我们通过一项巧妙的修补分母为0的问题。其实这边空间是用的很精简，并没有额外太大的开销，全部都是固定尺寸的临时变数，所以最后空间的成本就是 big O1，就是常数级别的，因为我们这些变数大小都是固定尺寸的，并不会因为输入阵列放大而跟着放大。OK， 以上是我们这一题全部的分析与讲解。那假如还有讨论或者想要发问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最后欢迎你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解题的同学与朋友。最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。好，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